这每年设计出来的手机，就是想让我们拿在手上没负担。结果现在倒好了，几乎每个人都恨不得在手机上挂满一堆东西。如果你是拥有苹果17的人，现在流行在手机背后贴上一堆的贴纸，贴完之后觉得它好看，撕下来的印子让你原地痛哭流泪。这还没有结束哦，继续在手机上挂个毛绒玩偶，挂链，再加个支架。我就在心里想，这要是被苹果设计师看到了，恐怕都要哭出来了。人家辛辛苦苦把重量压下来，被我们又一点一点把重量给加回去。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手机链都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款式，有短款可以挂在手腕上，有长款可以斜挎在身上。再来还区分硅胶用的不勒手，皮质的说用起来质感高级，金属链条能更有氛围感，甚至还有做成麻花编织，将它挂上去以后，你就感觉到重量来了。而且普通挂链已经满足不了市场了，紧接着就做成了心形形状，还和不同人物 IP 联名。那么大一个玩偶在那边晃来晃去的，拿在手上很碍事儿，放在桌上也放不平。别忘了还有这些串珠手机链，那根细绳看着就心惊胆战。买太便宜的吧，生怕拎在手上哪天就断了；买贵的又觉得不至于为这么一串珠子花这么多钱。这些手机链是真的很有特色，但是当你躺在床上玩手机，那条链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真害怕下一秒就甩到自己脸上。对了，它甚至还会和充电线缠绕在一起。你要问我是怎么知道？因为我和大部分人一样，曾经也为了颜值买过单。除了这条手机链以外，我还有2条绳子，一个是挂在手腕上，还有背在身上。尤其当我旅行，一手拿着包，一手拉着行李箱，那么将手机挂在身上确实是更方便。可是很多商家现在已经不考虑便携和舒适度，只顾着把款式做得越来越复杂，也能把挂的元素全部加上去。一般都是5颜6色的珠子、小玩偶、字母或者是吊牌，都往一条链子上放。你买20块的手机链和200块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因为手机链呢只是一根链子，所以商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款式看起来更加花里胡哨、更加复杂，也更有存在感。只要他们所用的配色和元素搭配在一起，能让你对镜自拍的时候看起来更加时尚。这类产品在销售层面上基本上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当一个东西的功能没什么差别，那么只能靠外观去吸引你购买。只要外观做得越夸张就越好卖，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花了钱。比如我们能看到在同一套已经搭配好的链条上，只要换上了不同的 IP 人物、不同的配色，或者换一个不一样的小吊牌，价格就可能被抬上去。因此手机链慢慢就从一个纯功能性的东西变成了类似于墨镜一样搭配的单品。吐槽完了手机挂链后，再来看这些磁吸配件，更像个让你花钱的无底洞。比如有的人要拍视频就得上个磁吸三脚架，有的人平时上班摸鱼追剧又得来一个磁吸支架，横着竖着看都能让你看得舒服。喜欢自拍的人会买磁吸吸盘，可以吸附在镜子上，还有其他平滑的表面上，直接让你解放双手就能开拍。还能再买一个磁吸卡包，用来装你的门禁卡、信用卡和驾照，甚至还有磁吸指环、磁吸充电宝、磁吸车载支架、磁吸桌面支架，这下你什么都会往手机上吸。但是这些磁吸配件很少是真正能互相兼容。假设这卡包一装，支架就用不了；磁吸充电宝一吸，你的卡包也必须要摘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开始搜索有没有卡包和充电宝2合为一的产品。手机配饰每一次带来的不便性，都能让你找到下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永远觉得现有的这套配置还差那么一点。今天是卡包挡住了支架，明天是支架影响了无线充电，后天是充电宝太厚不好放包里。你每次想替换的理由都非常合理，最后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你在不停的花钱升级。除了手机链和磁吸配饰以外，苹果17这次的设计也让许多人开始在手机背面贴一堆的贴纸。
这背后空出了那么一块，不贴点东西都觉得对不起自己。我相信你也猜到了，现在网络上就出现了大家在比谁的手机背面贴得多，配色要丰富，另外还要在镜头上贴一层爆闪的镜头膜。哎呀妈呀，真的把我差点给闪瞎了。而且贴纸呢，很容易让你进入死循环。今天看到这一组配色还行，过段时间看到新的图案又想买了，换的时候还得重新贴，重新对齐，这一天天的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你花的时间只是第一步，这时候消费才刚刚开始。一开始并没打算花这么多钱，你只是想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小问题，比如手机背后贴了贴纸之后，发现会流胶，会被刮花。这时候商家立刻就告诉你，还缺一层底座贴膜，然后你就跳过了思考这一步，屁颠屁颠的跑去下单。我希望你冷静想一下，如果一开始不贴任何的贴纸，那么这一层底座贴膜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还有镜头膜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买镜头膜说是为了保护，其实更多是为了好看，爆闪那几颗亮亮的镜头圈，看起来也特别显眼。但现实是，这种东西多少都会影响成像，拍出来很模糊。商家当然会告诉你，这贴膜能高清复刻原相机的质感。要是真的能做到完全不影响，那么这些卖贴膜的人早就可以去参加苹果的镜头设计了。更何况就那么几片小塑料，你还指望它能有多厉害的效果呢？在这些手机配饰上的消费已经不是你要不要，而是不得不去买。就和你简单来说，你贴了手机贴膜以后，会发现和手机壳不贴合，边角还翘起来。这时候你要么就重新换个贴膜，要么就换个手机壳。还有普通的手机贴膜已经不能满足你了，就会想去买网络上推荐的加强版、防刮升级版、扛指纹 Pro 版等等的贴膜。这就导致了让你觉得现在用的贴膜太基础了。也许你都不是因为它坏了才换，而是这些信息在告诉你还有更好的，不然就不会有很多人买了一个手机壳后，用了没多久就开始嫌它厚重，嫌它颜色不耐看，嫌它太臃肿了，无法和磁吸支架搭配起来用。从这个角度就能看清楚，你买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打算要长期用。最后再来说下，我们之所以会对手机配件这么上头，就是因为它很能被我们动手改造 DIY。因为换手机不现实，只好换一个新壳子，换一条手机链，再换一个手机支架，这些事几分钟就能完成，也能立马看到变化。你不一定天天要换新鞋，不一定天天换包，但你每天都会用手机，看得越多就开始挑毛病了。这种改造永远没有尽头，花钱也没有得停，也浪费了你很多的精力。到视频的结尾，我想提醒你，手机配件呢，有一些确实是能改变生活，也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做事更方便，但是尽量不要买过多数量的手机配件。因为你想想，假设你明年要换手机，或者你手机突然哪天要坏了，要更换一个新的，那么你原有的手机配件还有一些手机壳是否能继续适用呢？就算继续适用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你的审美变化了，你的心情又变化了，看到哪一个好看又继续想买。所以说尽量要保持一个合理的数量范围之内。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认为今天这一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